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新不新家第32季第10集。作为一个有抱负的职场女性，玛丽想要升职当部门总裁，她确实具备这样的能力，因为在她擅长的家庭主妇破案电影方面有好几部拿得出手的作品。但即使这样，她还需要通过一个考验，那就是参加一部圣诞节电影的制作。听到是这个主题，玛丽有一瞬间失态，不过为了升职，她还是答应了下来。未婚夫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些惊讶：“你不是讨厌圣诞节吗？”“不，我是讨厌圣诞电影。”她没有说明原因，但厌恶的情绪却是真的。玛丽说着话，接过未婚夫递来的咖啡：“你怎么还是不知道我喝什么样的咖啡？都2年了，你怎么还唠叨这件事？”他亲吻了一下玛丽的额头，就算是认了错。这次玛丽的工作地点在春田镇，负责接待她的司机是老谋子。出于好奇，他问起为什么在夏天拍圣诞电影，不过玛丽比较高冷，全都爱答不理。他居住的地方是辛普森家，还没敲门，辛巴就迎了出来。为了让大城市的客人体会到热情，孩子们一起演唱了欢迎歌。不过玛丽现在很累，只想回房休息，没工夫陪他们演宾至如归的戏码。等到他上楼之后，小新立刻发起了牢骚，原来玛丽这段时间都要住在他的房间，没办法呀，每晚住宿都有500美元。辛巴可不会放过这赚钱的机会，可怜小新不想去睡树屋，没想到他老子租给了音效室。辛巴那么热情，还是有其他原因的。他非常喜欢新型公司的圣诞节电影，得知玛丽并没有参与他们的制作，到这里来也是为了救场。之后，辛巴终于识趣地离开了房间。这天，玛丽正准备出门工作，没想到尽量放轻了步伐，还是被辛巴逮住了。他也就为客人准备了丰盛早餐，心是好的，可惜玛丽不吃面包和奶制品。这时，小美突然冒了出来，为获得奖章，她要拍一部幕后纪录片。玛丽作为电影制作工作人员，自然也成为了她拍摄的对象。不过主要的部分还是要在片场拍摄。玛丽拒绝辛巴的好意，表示自己会顺路买些吃的东西。玛丽走进一家餐厅，点了杯脱脂摩卡、半糖、半薏米，还有半份坚果奶泡的咖啡。店员阿姨可能从未听过这么多要求，直接拿出了店里仅有的2种咖啡，普通和低滤。一旁的史金娜忍不住笑了，这大城市来人就是麻烦，没有自己想要的，还被平白的嘲笑了一顿。玛丽什么也没有吃，就离开了餐馆。到了片场后，玛丽就开始马不停蹄安排工作，但眼下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。导演说他导过太多一模一样的电影，还有就是他们的木匠罢工了，要是没有凉亭，整个背景就支棱不起来。此外，一些圣诞道具也遭到了危机。玛丽说她来处理道具的事，没想到这破坏分子就是史金娜，她在准备镇上1年1度的生菜番茄节。闻此，玛丽激动了，因为这也是电影的制作场地。不过当她得知史金娜刚好就是这个木匠时，玛丽瞬间想到了2全之策，若是她能来建凉亭，她就保证过节时停工。史金娜想了一下，答应了她的提议。看电影拍摄进入正轨，也没有超出预算，玛丽觉得已经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。她已经迫不及待回到好基友和未婚夫的身边了。没想到刚把行李扔上车，就接到了上司的电话，他让玛丽拍摄期间一直待在这里，如果走了就不给她升职。接下来的一个片段是男女主在圣诞节解开心结，这段表演确实不错，可惜他们叫成了上部戏的名字。玛丽安慰导演，没事儿，后期可以重新配。这时辛家父子过来发宣传单，小新很不高兴，家里都住满了，哪还有地方？他说自己昨晚都在浴缸里睡的，但辛巴可不听，这都是商机呀。转头就问2个工作人员是不是他的婚床，在他看来，好莱坞剧组就是天然的财富源泉，可能真就是该他赚钱。正当辛巴思考着该坑谁的时候，一旁道具师说他们的假雪已经用完了，圣诞节不能没有雪。玛丽态度很坚决，不管花多少钱都必须把假雪搞来。辛巴自然也听到了，他觉着小事一桩，只要找点白色的东西磨成粉就可以了。床垫、白衣服、白胡子、恐龙骨架等等，全都成了假雪的组成部分。假雪到位了，凉亭也差不多了。玛丽亚史金娜休息一下，因为要拍下一场戏了。这个凉亭修得不错，玛丽很满意。就在这2人快要看对眼的时候，玛丽的电话响了，是未婚夫打来的。为了表达自己如何思念他以及大城市的生活，玛丽将春田镇描述成了穷乡僻壤，这里的人们则是异想天开，开车横冲直撞。总而言之，哪都没有他居住的大城市好。他挂断电话后，史金娜刚好休息，水打湿他衬衫，露出了坚实的肌肉，看得玛丽差点就迷失了自我。总不能整天睡浴缸，小新妥协了，来到了妹妹的房间，穿过令他毛骨悚然的洋娃娃区，抵达胜利的彼岸。可惜身边2个公主打扮的妹妹以及头顶漂浮着梦幻图案，都让他觉得男子气概受到了挑战。更何况新小妹还会说梦话，小新会流口水，小新再也受不了了，待在这儿还不如睡在浴缸。他又来到了爸妈的卧室，想跟他们挤一挤，没想到白天辛巴问那2哥们已经睡在这里了。小新真的觉得自己已经
经受够了，从此刻起，他发誓要将房间夺回来。玛丽带着一身疲惫走进住处，还没来及歇口气，就被突然袭击的新妈吓了一跳。得知家里有红酒，玛丽终于没有那么排斥了，喝点酒，她渐渐打开了话匣子。原本明天会有一场点亮大圣诞树的戏，但被春年镇的暴躁海狸搅乱了计划，电影里不会再有全镇欢庆的场景了。这场戏可以说是圣诞主题的经典高潮，所以听了玛丽的话，新妈觉得很遗憾。玛丽也没有办法，毕竟已经没有时间来想新点子了，除非明天本来就已经安排了什么活动。这时她看到边上贴着生菜番茄节的广告，红配绿，这不就是现成的圣诞节节目吗？道具师将他们安排成圣诞节样子组合了一下，又给镇民们发了节日的衣服，这么一来好像真有那种气氛了。虽然导演对此很是满意，我小新却觉得漏洞百出。这些农产品和穿短袖裙要怎么解释？只要片里有好看的白人不说话，只接吻，就没有观众会在意他说的那些。史琳娜被眼前景象惊呆了，这不是他生菜番茄节吗？怎么变成圣诞节？玛丽将他拉进了一旁的亭子，你看啊，大家都玩得很高兴。那确实，莱尼尔卡尔走了过来，对这个原本不是很期待的节目大加赞赏。小新也来到了片场，他现在一心想要毁了这部电影，夺回自己的房间。他将造雪机调到了暴风雪那档，然后整个场地都被冰雪覆盖了，没有人注意到被淹没的亭子里还有2个人。唯一的办法就挖出一条通道，然后史金娜把手插进假雪里，马上就起了红疹。如果他知道辛巴都怎么造他们的，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冒险的举动了。他现在很生玛丽的气，这女人先毁掉他的节日，接着又害他被困于此。玛丽也不甘示弱，觉得大家都喜欢这样，但他们很快就吵不起来了，因为吵架会让这里的温度升高。最后是史金娜先求和，看得玛丽热得汗如雨下，她递了一个番茄。结束之后，玛丽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两人算是和好了。背靠着背，他们在亭子将就过了一夜。早上，玛丽在一阵光亮中被弄醒，原来经过1个晚上，假雪硬了，史金娜就趁机挖了一条通道，她滑进来，递给了玛丽一杯咖啡，脱脂摩卡，半糖半薏米，还有半份坚果奶泡。玛丽很感动，她居然还记得。这一刻，他们彼此距离好像又近了许多。就在2人即将亲吻在一起的时候，一个声音打断了这刻的暧昧。玛丽的未婚夫在洞口气急败坏，这就是你为什么没接我电话？玛丽急忙解释说，史琳娜只是个修凉亭的，这让她幼小心灵受到伤害。看玛丽从自己的面前跑过，小新知道现在就是复仇的时刻，他将镇上人都叫了过来，说要给他们看看玛丽的真面目。接上电源，玛丽脸投影在了假雪上，这正是她当时给未婚夫打电话时的场景。镇民们听到她这么贬低春年镇和自己，他们感觉被玛丽伤透了心，所有的人都脱掉圣诞节的衣服离开了片场。没有他们做群演，电影就不能制作完成。但无论玛丽如何央求，他们都没有回头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就在他万分难过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扔的火柴点燃了场上的假雪，这下算是被毁得干干净净了。新妈得知了此事，就问玛丽为什么要说那些伤人的话，反正已经酿成大祸，玛丽也就不再隐瞒。她不喜欢拍摄圣诞节电影是有原因的，对她来说，圣诞节是1年中最坏的日子。有一个冬天，一个电影制作团队来到镇上，他的爸爸觉得当群演会很好玩，制作组就让他饰演了一个店员。在那场戏，狂热的家长们蜂拥而至，抢购最热门的玩具，然后他被踩踏致死了，甚至这个画面还被放进电影的预告片里。现在他已经不剩下什么了，未婚夫、心仪的工作，还有最重要的小镇对他尊重。听了他的话，新妈明白玛丽还是喜欢这里的。玛丽承认了，她渐渐爱上了这个地方，爱上她淳朴的民风、热心勤劳的居民，当然还有超棒的民宿。她想，她一定会想念这里的所有人。第2天，按理说玛丽就该离开了，但老毛子并没有送她去机场，而是又把她送回了片场。这里已经被镇民们重新布置，又恢复了圣诞节的气氛。这些都是校长和新家兄妹的功劳，他们一个做了演讲，一个播放了玛丽昨日的肺腑之言。正是他们的努力，让全镇人民看到了更加真实的玛丽。玛丽也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，小镇是最美好的地方，以及圣诞电影是最好的电影。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候，玛丽的未婚夫也来到了现场。他说自己不在意那天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只想知道玛丽到底选择自己还是史金娜。玛丽看了看2个男人，很遗憾对未婚夫表示，你很完美，但或许人生就该不完美，然后转身选择史金娜，因为他记得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咖啡。虽然大家都对这样的告白无比感动，但史金娜本人还是十分清醒的。你疯了吗？选他啊，他比我好1万倍，还是一个帅气的外科医生。你难道还打算搬到春田镇和我共用1辆车吗？光是想想你这糟糕的人生，我就要晕倒了。说完，史金娜就潇洒离开了。看样子玛丽还是得跟未婚夫在一起了，虽然这都是第2次出现这种情况了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就这么妙不可言。大城市的姑娘到了偏远小镇，似乎有点变形记的味道，由最初的排斥到慢慢改观，从彼此间毫无联系到成为朋友。或许有一天我们终将分离，但在一起的时光一定会成为美好的回忆。除了真香定律，玛丽为什么改观也令人在意。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有时我们所认为的未必就是事实。就像小镇不一定都是穷乡僻壤，也不一定都
出刁民，大城市的人也并非都冷酷无情、不讲道理。或许打破刻板印象铸成的壁垒，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世界的全貌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